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营养、运动、医疗和心理是保证人类健康的4大基石，而营养则是其中最基础的因素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饮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大事，尤其是对于癌症患者而言，确保良好的营养获取，不仅能使患者拥有较好的体质，更能成为对抗肿瘤的手段。如果营养状况不好，就会影响治疗效果，或者是延误治疗。如手术时营养缺乏会使伤口愈合减慢，放化疗时营养缺乏会降低放化疗耐受程度，影响中立性细胞的水平，使你无法完成治疗计划，降低了抗肿瘤治疗的效果。营养缺乏还会使免疫力降低，增加感染风险，使生存时间缩短。临床研究表明，中国40%到80%的肿瘤患者营养不良，50%到80%的肿瘤患者会进一步发生恶液质，20%的肿瘤患者直接死因是营养不良和恶液质的进一步发展，其中以消化道肿瘤患者营养风险发生率最高。因此，让患者获得良好的营养支持，就是在对癌症进行治疗。在中国，肿瘤患者重质轻养的认知困局长期存在，很多患者和家属提到前沿的药物治疗时如数家珍，对患者的营养风险和正确的补益方法却知之甚少，更别提系统的肿瘤营养疗法了。那么，什么是肿瘤的营养疗法呢？下面跟着小关一起来仔细了解一下。肿瘤的营养疗法是指计划、实施、评价营养治疗，以治疗肿瘤及其并发症或身体状况，并改善预后。完整的肿瘤营养疗法包括营养诊断、营养治疗和疗效评价3个阶段。肿瘤营养疗法是与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、靶向治疗、免疫治疗等疗法并重的另外一种治疗方法，贯穿于肿瘤治疗的全过程，融汇于其他治疗方法之中。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中国抗癌协会学术部部长史汉平教授曾反复强调，营养治疗应该是一线治疗，而不是辅助，它为大量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多希望。通过营养治疗，可以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患者的死亡率，从而改善肿瘤患者的预后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把营养治疗看作是肿瘤治疗最基础的部分，是肿瘤多学科会诊的核心内容之一。肿瘤患者营养治疗的原则是满足病人的营养需要，预防肿瘤病人营养不良和恶液质的发生，通过改善营养，预防机体组织过度分解，增强患者的抵抗力，减轻症状，进而提高治疗效果。对于已有营养不良表现的病人，应给予营养治疗，如适当增强膳食营养，必要时辅助以胃肠外营养。对营养不良状况较严重的病人，更应重视营养支持治疗，加大营养支持治疗在整个胃肠外营养治疗中的比例。对于完全不能正常饮食的肿瘤患者，则应给予依赖性营养治疗，即该营养治疗占患者整个治疗方案的绝大部分比例。此时，除满足患者的基本营养需要，维持其正常生命活动外，尚需增加额外的营养，以应对肿瘤生长引起的贫血、感染和抗肿瘤治疗的需要。整体上，这类患者的营养支持应做到质量高、总量大，而且成分齐全。合理的营养治疗即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，增强患者体质，还可以促进手术伤口的愈合，增强患者对放化疗的耐受性，提升生存质量，增长生存时间。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常常因躯体功能障碍、疲乏、疼痛、恶心、呕吐、呼吸困难、食欲丧失等较差的健康状态，导致社会活动减少，生活质量降低。而通过营养治疗，可显著降低或消除营养不良导致的不良反应的发生，从而使患者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。进食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 和蛋白质的食物，可促进伤口的愈合，使患者对放化疗的耐受性增强。
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通常处于抑制状态，在经过一系列的手术、放疗、化疗之后，免疫力进一步降低，甚至出现紊乱、耗竭的现象，这也导致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。然而，通过营养素的补充与均衡调节，可以显著提升患者的免疫力。在一项100例食管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对比实验中，研究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肠内营养组和中心静脉营养组，结果发现，肠内营养组经肠内营养液瑞能辅助治疗1周时间后， CD3 的百分比由术前 64.21 上升至术后 67.42， CD4 的百分比由术前 29.69 上升至 32.21， CD4-CD8 由术前 1.36 上升至 1.57， 除 CD8 略有降低外，其余免疫学指标均有所升高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因此，营养治疗对于患者免疫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功效。好的营养治疗还可以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，从而减少患者的治疗成本。国外一项研究覆盖100万个住院患者的研究显示，营养治疗缩短了患者 21% 的住院时间，平均缩短 2.3 天，节约了 21.6% 的医疗费用，同时还减少 6.7% 的早期再次入院率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我们该如何进行营养治疗？这里小关列举了5点。1、供给充足的热量及蛋白质，如牛奶、鸡蛋、鱼类、家禽、豆制品等。有专家提出，由于癌症病人多存在氨基酸代谢不平衡，故蛋白质应按每日 1.2 到 1.5 克每千克体重供给，并应优先选择完全蛋白质的食物，如牛奶、鸡蛋、瘦肉和大豆等，以矫正氨基酸的不平衡。癌症患者总热量需求在患者以肠内营养为摄取方式时，为每千克体重30到35千卡，而如果依赖静脉注射等肠外营养，则需求量为每千克体重35到40千卡。2、多食用能增强免疫机能的食物，如香菇、木耳、银耳等。这类食物富含丰富的多糖，能起到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。此外，包括瑞能、贝瑞博在内的一些肠内营养补充剂，也能够通过配方中均衡的欧米伽-3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A、C、E 起到免疫增强功能。3、多进食含丰富维生素 A、C、E 的新鲜蔬菜、水果等，如油菜、大白菜、西红柿、卷心菜、菜花、茎叶蔬菜及橘子、山楂、红枣、柠檬、猪肝、鱼肝油等。维生素 A、C、E 可发挥身体的屏障作用，刺激机体免疫系统，调动机体抗癌的积极性。4、注意饮食的清淡，尽量少吃油煎、油炸的食物。食物的烹调方法最好采用蒸、煮、炖的烹饪方式，避免进食一些不易消化的食物，增加病人的肠胃负担。5、给予高营养素饮食或静脉给养。肿瘤病人放疗及化疗时副反应较大，常常会出现食欲不振、呕吐、腹泻等现象，严重影响了营养的吸收利用，使患者的营养摄入入不敷出，造成身体虚弱。这时可给予高营养素饮食或静脉补充营养物质，以增强病人的抵抗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经口服用的肠内营养能够保持消化道的正常功能，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，不仅是一种更为自然的营养补充方式，更有助于维持消化道的免疫功能。因此，肠内营养被公认为是优于肠外营养的营养支持方式。肿瘤患者的营养护理已经从单纯的营养支持发展为营养治疗，营养治疗已经不止于为患者提供充足的能量补给，更是被赋予治疗营养不良、调节代谢、调理免疫等使命，形成了一系列有规范要求的治疗疗法。通过接受营养治疗，肿瘤患者可以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，提高免疫力与身体状态，增强放化疗与手术治疗的耐受性，还能缩短住院时间，
节省治疗花费。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是一种先进的思潮，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提高对于营养治疗的重视程度，将营养治疗看作是与放化疗等手段并重一线的治疗手段，将营养治疗与癌症治疗画上等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观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